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现在在哪里呀？我们现在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湖边散步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要聊点什么呢2024年总结和2025年的展望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录类似的视频的时候，2023年的总结和2024年的展望的时候，我们对2024年有哪些展望吗？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是我应该说2024年我要多写点项目书，然后拿基金什么的。然后你真的就拿到了基金，对吧？是的，没错，耶！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仔细的再聊一下。好啊。然后从我这边来讲呢，我主要就是分3个方面对2024年做了一个展望。一个方面是说想好好做一下我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，然后第2个方面呢是说想锻炼身体方面，想增加一些力量训练，然后第3个方面呢就是说想买一些特斯拉的股票做投资。那这3个方面呢，其实这3个方面也就是我这期视频想聊的关于2024年的我们的个人的成就方面想着重聊的，所以这3个方面我觉得都还算做得不错吧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说这3个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。OK， 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吧。嗯，边走边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你的第一条是什么呀？那我的第一条，那我应该还是算投资方面的啦。那去年本来想说买一些特斯拉的股票，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想进入加密货币这个投资领域。去年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很深入的讨论，我们也拍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决策的过程。是，我就想重仓加密货币，然后文武呢就不同意啊哈，然后最后通过我们2个的决策机制，就是我这件事情我是非常非常想做，文武呢就是有一点不想做，但是我们权衡一下还是去做，是3减1等于2。对，3减1等于2，最后还是去做了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把自己家里面能够动用的资金都去加仓，买了一些比特币，然后另外我还买了另外一个叫所谓的 ADA， 就 Cardano 爱达币，是，然后这2个加密货币呢就都去年都涨得挺好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去年的这个投资收益总体来讲就还是非常好，所以这方面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吧。是的，去年做的计划也算是成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目标。恭喜恭喜！那你的第一个个人成就是什么？我的第一个个人成就就是我拿到了一个funding，耶！这个funding呢是一个5年的项目，这样的话，在未来的这5年里面就不用太担心没钱去雇学生啊，没钱出去开会啊，没钱买原材料啊，没钱做实验啊等等啊，所以这5年就有了保障了。再加上呢，我现在还是 associate professor 嘛，前2年刚 promote 的。那下一步当然就是想要申请正教授 full professor， 那申请 full professor， 那你肯定要比以前更多，有一些学术上面的一些成就，然后或者说你教学方面的一些成就啊等等。那这一个funding拿下来以后，就给我申请 full professor 就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砝码。我今年或者明年如果能够再申请到一个项目的话，那申请 full professor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。OK， 那你第2点是什么呀？那我的第2点呢，就是做这个 YouTube 频道了嘛，就是说像年初计划的那样，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频道上面，然后也想了各种方法，然后我们也还做得算勤快吧，基本每周更，每个星期都会出1期视频，然后这个频道这1年来讲还增长的还算挺好的，从最开始年初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个 subscriber，然后到年终的时候有6000个 subscriber，挺好。对，这样增加了5000多个，所以我当初预期的时候觉得可能会到1万订阅，但是没有到，但是也还 OK 吧。希望我们
明年能够有更多的增长吧，看什么时候能够到1万。OK， 那你的第二个个人成就是什么？我第二个个人成就就是关于我毕业的第一个博士。去年2024年的夏天，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了。这个我觉得我在学术生涯和教学生涯方面呢，似乎给我自己感觉，哎，我走上了正轨了。我开始有自己的各种 established 的项目啊，然后有第一个毕业的博士生啊，就感觉好像到目前为止我的学术进展的还不错。那恭喜恭喜！是因为这个学生嘛，他自己也表现得挺突出的。现在呢是在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在那做博士后，所以我也挺替他高兴的，祝他以后越来越出色。那第3个是什么呀？那我的第3个个人成绩呢，就是运动和健康方面的。那我最开始想做一些有氧运动，但是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。但是我在去年的下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做了减肥，从143磅减到了128磅，15周减了15磅的重量，这也算一个小小的成绩吧。我也拍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。那你的第3个个人成绩是什么呀？我的第3个个人成绩是我拿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，也就是 JSPS 的一个访问学者的一个奖学金，可以去日本的 Tohoku University， 也就是日本东北大学访学1个月，那时间就定在明年的4月份，全家我们都一起去。回头我们可以一会儿再多聊一点点。对呀，还是非常期待的。对，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是看日本的动漫啊，打日本的游戏啊长大的，所以对日本一直都充满了好奇。那这就是我们个人的3个成绩。那从我们的家庭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我们去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分享的地方呢？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娃们都长大的好快呀。老大燕燕4岁多了，然后玲玲也1岁多了。燕燕在学校我感觉进步真的是非常神速，在过去这1年，现在都感觉有点像是那种懂事的孩子了那种感觉。反而呢玲玲就越来越有自我意识，从最开始的那个天使娃，现在有点像那个恶魔娃转变的那种感觉。我记得我以前我老跟人家吹牛，我说哎呀，我们家玲玲可天使娃了，给啥吃啥，说睡就睡。现在不了，现在 no 说的可流利了。刚开始他说 no 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可爱，现在听到他说 no， 我觉得好烦了。no 什么 no 啊？现在干嘛都是 no。对呀，no。对啊，去睡觉了 no。现在昨天我注意到一点是说，晚上只要抱着他进到他自己的房间，他就开始哭，他就不干了，他知道要睡觉了，他不想去睡觉，他想继续玩。是啊，所以小朋友长大是非常的快呀，我们也挺珍惜这一段记忆的，希望多花些时间陪他们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去年7月份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带他们回国了1次，那算我们全家的第1次长途旅行吧。对呀，然后虽然是非常辛苦，但是也收获满满。对，见到了5年多没见的亲人、父母亲啊，还有兄弟姐妹啊，然后小朋友啊，也见到他们的爷爷奶奶。那文武啊，2024年你有些什么样的遗憾或者说是经验教训吗？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，就是24年年中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压力有点大，因为有2-3年的时间，2年多的时间没有拿到新的funding了，然后我的funding也基本上快用完了，就有一种感觉，哎呀，我要没钱招学生，没钱做科研了那种感觉，就压力变得非常大。然后那段时间就花很多精力去写项目书、想 idea、发论文啊等等，就给自己的压力就非常大。那同时带小孩呢，也挺累的。其实
那双重压力之下，身体上也有一些压力，然后精神上也有一些压力，就感觉哎呀好累啊，每天都觉得很容易就累。然后回家以后呢，就把小孩给哄睡了以后呢，就自己躲到我家里面的办公室，在那看看电影啊，有时候可能加班呐，有时候可能就打游戏啊，就有点疏忽了和金鹿之间的这种个人的一对一的这种交流，那导致有一些时候我们俩其实会有一些 argument， 有一些吵架，那这个事情肯定一直都有的，以前也有，现在也有，将来肯定也会有。但是以前我们俩之间有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当天就会化解，因为我们会通过一对一的这种沟通就把话给说开了，这种负面情绪就不会累积起来。但是因为去年年中后的那几个月时间，我和金鹿之间的这种个人交流啊，就变得相对比较少了。那这种同时也会有几个 argument， 完了以后，这种负面情绪就渐渐的累积起来了。然后有了那么几个月以后，差不多可能10月、11月的时候，我们俩就都意识到，哎，我们俩这怎么都变得这么容易生气啦？然后两个人之间好像动不动就你不高兴我这样，我不高兴你那样啊，等等，就觉得哎这样不对。所以我们就特地的创造这种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，然后多多交流，多多沟通，然后慢慢的这种负面情绪就化解开来了，就回归正常了。那我的经验教训就是说，不管工作有多累，不管带小孩有多忙，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创造机会，个人与个人之间这种交通和这种沟通和交流啊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对，我也是那段时间，我就觉得挺容易生气的，动不动就生气了。然后我就自己反思，我就觉得我们总体来讲，我们的生活过得其实挺好的，对吧？不管是这些两个人的事业呀、工作方面呢，然后一些经济的基础啊，有2个小孩，幸福的家庭，我觉得没有就应该很多很多开心和高兴的理由，不应该有很多这些不开心、不高兴的这种理由。但是还是时不时的会生气，就是觉得自己的心中的那个预期啊，可能是不现实的太高了，所以我就学会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，可能想去做一些深呼吸呀，然后尽量的去一种更加的去 appreciate 我们自己有的东西，然后去享受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，去珍惜我们拥有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心态，去更好的去享受生活。所以后来我就更多的去，包括比如说把家里的那各种东西整理一下呀，我燕燕的玩具整理归纳一下呀，让家里面更整洁呀，去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吧，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一些精力，所以感觉后来就好一些。那你2025年有什么展望啊？那我的第一条个人展望呢，还是想做投资。那去年呢，我觉得加密货币的这个收益很好。我个人的判断呢，是从2025年呢，特别是上半年，应该这个加密货币的应该还会有一波牛市和很好的涨幅。所以还是想说继续投资在加密货币里面，然后期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益。这是我的第一个个人展望。OK， 我也说说我第一个个人展望吧。我2025年上半年是 sabbatical 学术休假，那原则上来说，这一个学期我啥也不用干。那其实我除了还是要正常的带学生搞科研以外呢，那我想说利用这个学术机会，那一方面可能抓紧时间去日本啦，在那待1个月。另外就是说要利用这一段时间多写一些项目书啊，然后因为不用上课嘛，所以时间非常的自由，然后也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写几个论文啊，争取今年写几个 proposal 啊，再中一个项目啊，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更有底气去申请 full professor 的这个 promotion， 希望一切成功吧。那我的第二个展望呢，我是想说在我的事业方面有一个更加
清晰的一个新的方向吧。因为过去1年我们公司被收购，但是过去1年我的工作虽然还是保住了，但是随时都有被裁员的风险。再有呢，就是说本来想关注在这个 YouTube 这个频道上面，想做有一些成绩，但是感觉似乎这个频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。是的，我觉得还是挺难的，特别是我们这个频道感觉还是挺小众的，应该不会做的特别大，即使能做起来，但也不会做的特别大。所以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觉得还是会，说不定明年就某个时间就被裁员了。就今年啊，对，今年某个时间就被裁掉了。是啊，所以希望有一个新的方向吧。Okay. 这就是我的第2点展望。好吧，那我也祝你好运了。谢谢。那你的第2点呢？我的第2点就是继续扩大我自己的学术影响力，就每年还是会坚持去参加2到3次的学术会议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，就是说要去更深度的参与并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，大大小小的，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自己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。所以我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想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吧。OK， 那我最后一点呢，我还是想说我在健身方面，我想保持现在这个体重，然后想明年下半年想做一些力量训练，然后进一步的降低自己的体脂率。今年下半年啊，今年我老说，就是说长点肌肉，再减点脂肪。OK， 这点我支持。降低自己的体脂率，这算我的一个计划吧。OK。那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些展望。那我家庭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吗？我因为4月份要去日本嘛，也想说借这个机会带双方的父母亲也去日本参观一下，因为他们说句实在话，现在身体都还挺好。那再过几年以后，说不定就不能够进行长途旅行了，所以我们想抓住这样的机会呢，也想带他们去各地看一看。现在是今年是去日本了，今后可能也想去什么东南亚啊，什么其他国家，所以就希望能够也带他们多去看看走走。再有一方面呢，就是小孩子肯定会又增长了1岁，那燕燕呢今年肯定就会上幼儿园，公立的小学附属的幼儿园了。然后琳琳呢可能也许还会在现在的幼儿园，也许会去燕燕现在所在的幼儿园。对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肯定是又成长了1岁，肯定会，特别小孩小的时候，这个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。对，现在琳琳说话越来越多了，是的，会说的词语啊，会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。对呀，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健康成长吧。那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2024年的收获、经验，以及对2025年的展望。也欢迎大家分享你在2025年的这些未来展望吧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拜。